海滩孤尸着华妆，密函暗码费思量，诗册藏名为谁写？谍影情仇话未央。大家好，在下奇闻居士。1948年12月1日，澳大利亚阿德莱德的萨默顿海滩上，一具男尸被发现。这本该是一个普通的死亡案件，但诡异的细节却让它成为了当代最著名的未解之谜。穿着考究的西装，安详地躺在石头枕头上，仿佛只是在小憩。身上的衣物标签全被剪除，口袋里藏着一张神秘纸条，上面只写着波斯语已结束。一本被撕掉最后一页的诗集里，留下了至今无人能破解的密码。而当一位女护士在看到死者照片时，却差点当场晕厥。他是间谍、情场失意的痴情人，还是被卷入某个不为人知的阴谋？76年过去，这个男人的身份始终是个谜，而他的死或许藏着一个足以改变历史的秘密。让我们一起揭开萨默顿男子之谜。1948年12月1日，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南部的萨默顿海滩上，发生了一起至今仍未破解的神秘死亡事件。当天清晨，警方接到报告，在海滩上发现一具男尸。这名男子的死因和身份都充满疑点。在炎热的澳大利亚夏季，他却穿着厚重的西装和毛衣，安详地躺在用石头垫起的枕头上，现场没有任何暴力或挣扎痕迹。起初，当地警方认为这起事件很快就会得到解决，尽管情况奇怪，但这并不是大事件。这名男子很可能是在海滩散步时突发疾病而倒下，警方认为这只是自然死亡。然而，这种乐观的预期过于轻率。男子的随身物品没有任何能确定其身份的东西，也没有在失踪者名单上找到记录，即使查阅了牙科治疗记录，也无法确认他的身份。最终，因其在萨默顿海滩被发现，这名男子被称为萨默顿男子。萨默顿男子的神秘性主要源于他留下的奇异遗留物品。在其他地方发现的一条裤子上，缝有一个隐秘口袋，里面藏有一张小纸条，上面仅写着一句 "Tamam Shad"。这句话的含义让调查的警方和媒体都感到困惑。此外，从萨默顿男子被认为弃置的汽车后座中，还发现了一个神秘的笔记，上面写着一段似乎是密码的文字。这段文字的含义至今无人能够解读，连当时的调查员也未能破解。即使是全世界的密码爱好者，至今也无从理解。不过，纸条上 Tamam Shad 的意思已被确认，它是波斯语，其中 Tamam 相当于英语的 end，Shad 则表示过去的状态。因此合起来可以理解为已结束或已完成。几乎所有遗留物的标签都被剪掉，只留下了许多谜团和不可解的密码，以及意味深长的 Tamam Shad 纸条。萨默顿男子究竟是谁？或许在已解明的事实中还隐藏着线索。在事件发生的前一天，即1948年11月30日，几位目击者报告看到了一名男子。30日下午7时左右，约翰·莱恩夫妇在傍晚的萨默顿海滩散步时，注意到一名奇怪的男子。他躺在用石头做成的枕头上，因右臂微微动了动。夫妇俩判断他是醉酒休息，便继续散步。同日晚间7点半左右，一对年轻情侣经过同一地点，看到男子的脸上有昆虫，但他并未试图驱赶，于是他们也认为他是醉酒，离开了现场。第二天，即12月1日早晨6点，前一天的目击者约翰·莱恩再次来到海滩，发现男子已死并报警。大约在事件发生10年后的1959年，第3位目击者也站出来证实了自己的经历。该目击者声称，在12月1日的早晨，约翰·莱恩报警之前，他看到一个男子在尸体发现地点附近，似乎有另一个男子搀扶着他。尽管当时光线较暗，他并未能看清男子的面容，但这一证词让人猜测，萨默顿男子可能是被人运送到此处的。根据目击者的描述，萨默顿男子并没有出现痉挛或呕吐的迹象，推
推测他可能在其他地方死去，随后被搬运到海滩。此时，萨默顿男子的死因引起了关注。最初，由于没有外伤且面容安详，警方认为他可能是自然死亡。然而，经过验尸，发现情况并非如此。验尸报告揭示了很多疑点，死者多个器官出现淤血，包括脑部血管、咽喉、胃部和肝脏，还伴有急性胃炎出血。这些症状暗示可能涉及未知毒物，但具体毒物种类至今未定。事件发生近50年，死因依然标记为未知毒物，这使人怀疑是否真的是毒杀。无论是身份、背景还是死因，萨默顿男子的所有信息都未得到解开。这样的结局对已逝的萨默顿男子而言，显然也无法得到安息。而许多人相信，隐藏在留下的密码中，或许正有事件的答案。这位神秘男子的身份线索主要来自2个方面：其随身物品和身体特征。他携带的物品平凡而普通，未使用的火车票、公交车票、口香糖、火柴、梳子和军用烟草。而他的体貌特征则颇具识别性：180厘米身高，灰眼，姜色头发，发达如芭蕾舞者般的小腿肌肉，以及显示其并非体力劳动者的手部特征。根据澳广 ABC 的推测，案发当天他原计划乘火车前往亨利海滩，却改变主意转乘公交。在此过程中，他将一页写有 Jaimam Shah 的纸条藏入口袋，并在同一本鲁拜集上留下了一段神秘密码。随后将书本丢在了一辆停泊的汽车后座。这段密码共5行。密码学家们发现了一个关键细节，这是第2行中划掉的开头字母 M 的放大图，我们称之为 M1。接下来是第4行开头的 M， 我们称之为 M2。通过对比这2个 M 的位置和相对大小，可以发现 M1 的笔记非常不自然。M1 显然不是一笔写成，而是由点构成的。某位研究者认为，这可能是一种微小字母的集合体。看似直线的笔记，仔细观察会发现隐藏着超微细的文字，可能暗示着这些字母本身就是另一重密码，类似于纸币防伪中使用的微缩文字技术。尽管警方在火车站找到了他的行李箱，但箱内衣物的标签都被剪除，唯一残存的 GPIN 标签也被证实只是干洗店的标记。这个被称为澳洲最著名悬案的密码之谜，至今仍在等待破解。在调查陷入困境之际，新的发现浮现出来。萨默顿男尸的鲁拜集上发现了2个电话号码，这被寄予厚望，认为可能是识别死者身份的重要线索。然而，这一发现反而让谜团更加复杂。拨打第1个电话号码后，接通的是一家银行，未能获取任何有价值的信息。第2个电话号码则连接到一位住在萨默顿海滩附近的前护士，这位名为特蕾莎的神秘护士也成了这个事件的核心人物。起初，他否认与萨默顿男尸的关系，然而，警方对他的主张并不满意，进行了持续的审问。他的行为显得不太自然。面对萨默顿男尸时，他表现出极大的震惊，甚至几乎晕厥。自那以后，再也不愿意看他。这一反应引起了警方的怀疑。警方的执着调查最终获得了一丝线索。特蕾莎透露，其实我曾在军医院工作时，把一本鲁拜集送给一位军官阿尔弗雷德·伯克萨尔，并在书的空白处写下了几行诗。阿尔弗雷德·伯克萨尔，这可能就是萨默顿男尸的本名。人们对调查进展感到兴奋，但几天后，这种兴奋又转为失望。阿尔弗雷德·伯克萨尔还活着，并且手中握有特蕾莎签名的那本鲁拜集。调查再度回到起点，但特蕾莎的嫌疑始终存在。警方和未解案件的爱好者们一致认为，特蕾莎与萨默顿男尸之间绝对不无关系。有趣的是，萨默顿男尸的耳朵形状很特殊，而特蕾莎的儿子也有类似的耳朵，这被认为是一种遗传特征，意味着他们之间可能存在恋爱关系或夫妻关系。遗憾的是，特蕾莎的儿子已经去世，
且他的照片未公开，因此无法证明这一点。所有的结论也仅停留在传闻层面。如果特蕾莎与萨默顿男尸确实有联系，他为何又要隐瞒这一点呢？这一切都是谜。最终，特蕾莎在2007年去世，带着未解的谜团离开了人世。直至今天，这起1948年的神秘案件依然未能揭开真相。随着调查的深入，谜团不减反增。目前关于萨默顿男子的身份有2种主要推测。第一种，间谍说。案件发生于东西方冷战时期，有人推测萨默顿男子可能是某国情报人员，因任务失败或组织清洗而被处决。这或许可以解释特蕾莎的异常反应。如果他也涉及间谍活动，公开与死者的关系可能危及自身安全。在危险的谍报工作中，他们可能曾陷入一段命运多舛的罗曼史。第二种，情伤自尽说。有人认为他可能因被特蕾莎拒绝而选择结束生命。鲁拜集中关于人生无常的诗句似乎暗示了他的绝望，但这种说法难以解释死者身上众多离奇的细节、未知毒物、神秘密码、剪去标签的衣物。近年，阿德莱德大学工程教授德里克·阿伯特在古老文献中发现了一张1918年2月28日签发的美国船员证，证件上的照片与萨默顿男子颇为相似，持有人名为雷诺兹，年龄也与萨默顿男子的推测年龄相符，甚至连标志性的耳型都极为接近。然而，这位雷诺兹是否就是萨默顿男子？如果是，他又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轨迹，最终成为了这具无名尸体？这些问题终究没有答案。就这样，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案件，如同死者口袋里的那张纸条所写 ，Time shot 已结束，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与追问。